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正在向你们走来的那个人，那个桃花，他们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还有就是动物守护灵神谕卡给你们的爱情指引和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可以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我们从牌面上可以看到呢，正在向你们靠近的这个人呢，他是战车与正义牌的结合。正义牌呢代表的是对方在感情当中非常的理性和克制，而且呢正义牌代表的桃花，说明对方有着很高的颜值啊，它可能是一个风象特质的桃花，或者对应的是风象星座，可能是天秤座、双子座，或者说水瓶座。那么对方和你们一样，有着天马行空的思维，对于神秘学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对方所从事的工作或者说所学习的专业，从牌面上来看的话，更加偏向于理工科，需要很高的智商。所以说，对方既有天马行空的一种浪漫，又有脚踏实地的严谨。而战车牌代表的是正在向你靠近的这个桃花呢，他们在学业和事业上非常的上进啊，而且呢，从战车牌我看到对方似乎因为自身的强大而能够产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并且在对方的影响下，你们能够找回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并且会在与对方产生连接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么第3张牌呢，星币3代表的是你们2个人相遇的一个场合，会是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当中啊，因为星币3它代表的就是事业和学业上会出现的桃花，可能是你们参加到的工作上的会议活动，或者说学业上的一个报告啊，比较正式的典礼等场合认识到的对方，而这张宝剑4呢，首先你们近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因为这张宝剑，这个人身下的这把宝剑呢，代表的是你们内心你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健康方面的隐患，而且呢，从这张牌面上我看到你们可能说近期会有一点点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趋势，所以我看到你们似乎把自己藏起来了，并不是因为你们不能脱单，而是因为你们不想脱单，因为你们特别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和影响，你们会刻意的把自己藏起来，或者说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动物守护灵神谕卡呢，那动物守护灵想要在我们这场爱情占卜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啊。首先呢，第1张牌是和平鸽之灵 Dove Spirit Be Peace， 正在向你们走近的那个人，他能够给你们内心当中带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静。同时呢，这张鸽之灵呢，在牌面当中的这个守护灵想要告诉你，当你重新找回自己重新找回灵魂当中被遗忘的那一部分自我的时候，对方就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这种内心当中平静的力量，也会带给你们一种意想不到的勇气和力量。而第2张牌呢是 Fox Spirit， 这张牌面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你们似乎一直都在伪装自己，以逃避亲密关系。你们为了避免伤害，把自己孤立起来。但是呢，牌面上代表的这个守护灵呢，它会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你的环境，让你更好的和正在走向你的那个人相遇你们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变得异常的脆弱和敏感，不要害怕。你们的守护灵会照看你们的每一步。而第3张牌呢是 Cat Spirit， 猫之灵现在的你们拥有异常敏锐的灵性智慧，并且呢，你们的灵性智慧正在慢慢的觉醒你们比一般人要更加的独立，不喜欢被打扰，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圈。而猫之灵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们的守护灵会呼唤你们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和更多的人建立连接。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害怕风险，过于保守和谨慎，错过一些机会，错过一些人，或者说你们总是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打乱计划。但是猫之灵带给你们的这种敏锐的直觉呢，能够让你们在伟大的冒险当中发现新的机会。你们会发现你们的动物守护灵会在你们
道路的尽头放置一份礼物，那这份礼物呢，是对于你们在生活这场伟大的冒险当中不断的尝试而得到的回馈。那么这份礼物也许就是正在向你们走近的那个人生伴侣。那接下来的这3张人生的意义神谕卡给我们的指引，首先第一张是 career change 代表的就是在你遇到对方的时候，可能你们自身正在经历一个学业上或者说职业生涯上的转变，你们也许在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新环境，或者说选择一个新的方向，你们即将告别上一个阶段。所以说对方很有可能会在你们踏入到一个新环境的过程当中出现。而第2张牌呢 counseling 这是你们可能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自身所携带的某种疗愈的力量，未来可能会让你们拥有治愈别人的能力。而第3张牌呢 light and love 一种关于爱关于光与爱的这种能量，对方的出现他们会给你的生命注入新的能量，注入光与爱，能够让你们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滤镜去看待这个世界，带着善意去接纳，去发现在这个可怕的世界当中那些令人赞叹的美好。有的时候其实你们以为自己是一朵花，你们一直在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但是呢，我看到正在向你们走来的那个人，他们会把你变成春天本身，因为当你们自己是春天的时候，你们的世界里就会永远有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呢，我们看到第2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8。我看到现在的你们正在为了某件事情或者说内心当中的某个理想在努力。现在的你们就是闪闪发光的，你们所有的坚持和孤独都会发光，只要你愿意努力，无论任何事情，宇宙都会帮助你们抵达你们最终要抵达的地方。比起你们的优点似乎你们总是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缺点上，你们似乎忘记了真实的你们已经很优秀了。所以说我从这张星币8看到你们已经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你们要相信，在你们道路的尽头会有宇宙给你们的礼物，关于你们未来的人生伴侣，他会和你们携手走完接下来的人生旅程。而第2张牌呢，权杖国王，代表的是你们未来正在向你们走来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火象特质的桃花，积极上进努力阳光且热情这种火象特质呢，让对方充满了一种愿意相信美好的能量所以说对方会给你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一种非常积极且美好的东西，它会让你们愿意相信你们自己值得生命当中的那些美好，而不是总把目光聚焦在自己的缺点上。你们更愿意相信，或者说你们更愿意看到那些躲在生活角落里的美好，这就是对方带给你们的影响。而这张圣杯2呢，代表的是你们一开始的关系是从朋友慢慢过渡的。圣杯2代表的是对方或者说出现的这个人曾经和你们有过交集在未来可能会重新恢复联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3张动物守护灵神谕卡给你们的爱情指引。第1张牌是 Canary Spirit， 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要在感情当中勇敢的做自己，表达自己的想法。过去的你们总是在感情当中压抑自己，你们害怕最真实的自己是不被喜欢的，不受欢迎的，这本质上还是由于你们的不自信，你们在不断的压抑自己最真实的声音。而这张牌呢，会帮助你们在未来的感情当中更加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挣脱现在你们自身所面临的束缚和限制。你们要记住，真正美好的感情一定是能够在关系当中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而第2张牌呢是 Butterfly Spirit， 本该闪闪发光的你们可能曾经跌入过黑暗当中你们忘记了自己原本的模样。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转变，你们会在浴火当中重生。你们现在在孤独的行走在世界上未来会变成蝴蝶飞向更高处，而蝴蝶之灵它会让你们拥抱你们过去曾经受伤的地方，而那些曾经受伤的地方未来会变成你们最强壮的地方。而第3张牌呢袋熊，那么这张动物守护灵带给你们的指引是要面对最真实的自己，不要对自己撒谎，也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
如果你们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你们必须毫无保留地热爱自己原本的模样，去接纳你们过去所有的经历。那这张牌也代表的是未来你们遇到的，或者说正在向你们走近的这个人啊，他会带给你们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会带给你们一种家的感觉，他会让你们找到一种久违的安全感。你们两个人彼此连接的力量就像山一样厚重，它会带给你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和平静。而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首先左边的这张 Study， 正在向你们走来的这个人啊，你们能从对方身上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你们会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彼此互相学习和成长啊，携手并进。而第2张牌呢是 Heart Desires， 内心当中的渴望。当你们追随自己内心当中的渴望和指引的时候，你们自然会遇到对方，因为你们的感受是灵魂的语言啊，这种语言会指导你们的前进方向。你们要相信啊，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做出的选择一定是最高的选择，它会让你们拥有一个幸福且美好的人生结局。而第3张牌呢 Support， 支持，来自于你们未来人生伴侣的支持啊，同时也来自于大天使的支持。你们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被庇佑着的，被支持的，被保护的。你们只需要放心大胆的向前走啊！你们要告诉自己，会过去的，会到来的，会拥有的。那么最后呢，送给大家泰戈尔的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我们热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算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我们看到第1张牌圣杯骑士啊，就是正在向你们走来的这个桃花，一个水象特质的桃花，自身携带着某种温柔且疗愈的能量。你们会在这段关系当中被明目张胆的偏爱，被坚定不移的选择。那么对方的话，从牌面上来看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人啊，所以说他们自身有着很高的审美格调和追求。而第2张牌呢，宝剑9啊，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可能因为某件事情而焦虑到失眠，或者说你们现在有这种睡眠方面的问题。而第3张牌呢，宝剑8，你们现在感觉到自己是被束缚的，周围插满的宝剑啊，就是对你们的一种束缚和限制。现在的你们正在经历的是一种间歇性的迷茫，你们会发现自己越迷茫就越容易被负面情绪所淹没，不如你们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先把你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填满。其实你们还没有遇到正在向你们走来的那个桃花，在对方慢慢向你们靠近的时候，你们其实也在慢慢的向对方靠近。而第4张牌呢，权杖8，它代表的就是一触即发的热情。你们可能会对彼此一见钟情啊，会瞬间在人群当中找到彼此啊，你们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是灵魂上的共鸣，或者说你们彼此在前世可能有一些因缘，它会延续到这一世。你们有着相似的灵魂，彼此得到慰藉，你们会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合理性，你们会感觉到生活依然是值得期待的。而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第1张牌是 Elephant Spirit， 那么你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你们要牢牢地记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不要让自己过去犯过的错误重蹈覆辙。当我们重温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记起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将来要去到哪里。而大象它代表的是一种智慧，你们自身内心当中的灵性智慧正在慢慢的觉醒，它会告诉你们，它会指引你们，它会帮助你们找到未来的人生伴侣。而第2张牌呢是 Starfish Spirit， 海星代表的是希望。那这张牌呢，其实它对应的就是未来的大门正在向你们敞开，你们需要接受人生当中新的可能性，不要活在过去，要拥抱未来。当你们走出过去，才能拥抱未来。海星它代表的也是一种幸运啊，幸运的女神正在眷顾你们。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海星会显化你们灵魂的意图啊，让你们成为最好的自己。而第3张牌呢是 Rabbit Spirit，那么兔子守护灵啊，带来的是一种纯洁的力量，代表的是天亮以后你们会看到的美好，因为现在的你们正处在某种黑暗当中。
你们可能会看不到前方的路，但是你们要相信天亮后就会很美啊，前方有一些美好在等着你们。而兔子 Rabbit 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一种美好。你们现在可能要释放掉某些执念，你们要明白有些事情你们是无法左右的，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改变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带着矛盾活下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问题会随着时间悄无声息的被解决掉。如果说你们现在身处黑暗，当你们在黑暗的角落当中看到光明啊，所有的力量都会集中到你的手中。而兔子守护灵啊，它也告诉我们，那些美好的东西啊，真正美好的东西用肉眼是无法看到的，你们必须用心去感受，感受在当下的每一刻带来的美好。其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啊，你们走的每一步路都会让你们在未来遇到那个令你们感到生活值得期待的，为你们感到人间值得的那个人。你们走的每一步路都算数，它都是属于你们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可能说我们现在的话需要一些耐心，因为有的时候等待它也是一种信念。当你的信仰很深的时候，那么时间就会变得很浅。真正的爱是值得等待的，是经得起等待的。在你们变得优秀之前，其实有的是耐心去预备自己，直到最好的你们遇到最合适的对方。而接下来的这3张人生的意义神谕卡呢，第一张牌就是 Books 阅读，也许是你们和未来的那个正在向你们走来的桃花，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阅读啊。你们彼此就像一本书一样，越是读到后面，就越会发现你们彼此内在丰富的这种精神养料。你们2个人的相处其实就是在互相阅读对方，在阅读对方的过程当中，彼此汲取养分，潜移默化的带给彼此影响和改变。而第2张牌呢是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 你们现在正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遇到你们人生当中要注定遇到的那个人。而第3张牌呢是 Strength 力量牌啊，这种力量呢是支撑你们走下去的力量。也许你们现在正在经历一段异常难熬的时光，你们必须，或者说你们正在不动声色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无力感和一次次的崩溃，但是不要害怕，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时间会教给你们如何与这些痛苦的经历握手言和，大天使会给你们一种力量，让你们冲破自己内心当中的阻碍，去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去遇到一个更好的人生伴侣。你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细碎的美好啊，它会支撑你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你们要坚信，天亮后就会很美。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呢，我们看到第1张牌宝剑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当下正处在一种混乱的思维当中。当然，宝剑的逆位说明可能你们内心当中正在有一件事情令你们非常的犹豫和纠结，你们不知道是否应该把内心当中的那个想法付诸于行动和实践。而第2张牌的命运之轮啊，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正在经历某种重复和循环的生活。那这种重复和循环在未来会被打破，或者说当你们主动或者说被动打破这种重复和循环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那个正在朝你们缓缓走来的桃花。那么对方的话，他是一个星币国王。那么土象特质的桃花呢，可能对应的是摩羯座、金牛座或者说处女座啊。而这种土象特质在感情当中，他们的爱都会变成某种行动啊。土象特质的人格可能不善于表达，但是他们非常的慷慨，尤其是对自己爱的人啊，他们在感情当中非常的专一，一丝不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固执的有一点可爱啊，对方的力量来自于他的真诚。而土象特质的人呢，往往在感情当中会显得有一点笨拙啊，但是这种笨拙会让你们觉得对方非常的可爱。所以说对方对你们的影响啊，最大的影响就是当你们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虚度时光也是一种幸福。你们都向往平淡而不甘于贫乏，喜欢放松而随性的生活。而第4张牌呢，权杖，也代表的是对方会主动向你发起的邀请，代表的是当你们遇到对方的时候，你们的人生就会迎来一个新的春天。所以说权杖1代表的就是当这个桃花向你们走近的时候，你们的人生会迎来一个崭新的篇章。
那么我们接下来这3张动物守护灵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给我们的指引啊。第一张牌就是 Pig Spirit 猪之灵，这张牌其实让我想到了塔罗当中的愚人牌啊，大智若愚。这张牌给我们的指引其实是正确使用自己的智慧，不要被眼前的事物所蒙蔽，要以一个更高的格局去看待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猪之灵是在所有动物守护灵当中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一个守护灵，在它的影响下，接下来你们会变得越来越理智，你们不会像从前一样用一种冲突去对抗另一种冲突，而是你们会运用语言的智慧和一些巧妙的手段去化解这种冲突和矛盾。而第2张牌呢是 Owl Spirit，猫头鹰守护灵。你们可能近期经常熬夜，或者说一到晚上就特别精神，你们是月亮的守护者。而这张猫头鹰之灵呢，它代表的是你们在黑暗当中，如果你们能够选择看到光明，而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所有的力量都会集中到你们的手中啊。而这些力量它会帮助你们冲破你们现在所经历的某种重复和循环，你们当下所遇到的阻碍。那这张猫头鹰之灵能够让你们通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你们在接下来的这种灵性智慧会加速的觉醒。那这张牌其实会加速你们身心灵的合一，加速你们自身愿望的显化。而第3张牌呢 Stag Spirit 雄鹿之灵啊，带来的某种领导能力啊，之前呢你们可能一直被周围的环境所推着向前走，你们会感觉到自己很匮乏、很虚弱，你们会觉得自己总在赶路，有的时候会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这种很迷失的状态会在雄鹿之灵的影响下慢慢的改善。因为这张牌在雄鹿之灵的影响下，你们会逐渐的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你们在之前的感情当中可能也一直非常的被动啊，你们总是等待着被某个人拯救，但是你们要记住，在收获一段关系之前，你们要先收获到一个满意的自己，你们要先爱自己，才会有人来爱你们。当你们好好爱自己的时候，别人才会循着你们的光迹找到你们。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首先第1张是 Family，正在走向你们的这个桃花呢，你们可能会收获到一段圆满的关系啊，你们会甚至可能会组成一个家庭。Family 代表的是一种关系的升级啊，代表的是承诺和责任。你们2个人，你们彼此都拥有非常传统的价值观。而第2张牌呢是 Artist，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2个人都对于某种艺术形式有着共同的热爱，你们2个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你们2个人所共同热爱的某些事情啊，可能也是能够让你们相遇的契机。这张牌其实代表的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啊，才会追求那些生命当中的美，一些美好的东西。而第3张牌呢是 Freedom 啊，自由。也就是说，正在向你们走来的这个桃花，似乎能在某种程度上给你们更多的自由。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恋爱关系是一种束缚，但是对方的到来会让你们更加的自由啊，因为它是这种土象特质的桃花，它能够给你们提供一种物质上的安全感。它会鼓励你们，让你们回到一些你们所真正热爱的事情上面啊。那对于对方的到来，反而会让你们拥有选择的权利，去放弃你们之前所不喜欢的生活方式。它会让你们脱离这个世界，它会让你们脱离这个社会和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则对你们的束缚和限制。你们在追逐自由的过程当中，会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现在的你们只需要去努力的获得自身人格的发展，去激发你本能中拥有的不断朝着更完善的自己发展的动力。当你们拥有不断朝着更完善自己发展的动力的时候，你的改变会改变你们的外在关系，而你们所期待的美好关系会变成自然结成的果实来治愈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